梁山五虎对上蜀汉五虎，同样都是古典小说中猛虎级的武将，究竟哪一方能够胜出呢？有人说，都不是同一本小说、同一个时代的武将，这怎么能比？其实对于这种跨作品的顶尖猛将对决，也是可以大致做个对比的。我们只需要把他们在各自小说中的武力表现以及辉煌战绩拎出来，然后再分析一下各自的定位，就可大致推测出他们之间的武力差距。首先要澄清一个误区，很多人都说梁山五虎将不过是一群草寇，跟蜀汉五虎将这些正统武将相比，根本不在一个层级上，所以也就没有可比性。我想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。你要知道，梁山五虎将里没有一个是草寇出身的，相反，五人全都是正儿八经的朝廷武官，关胜是浦东巡检，相当于负责维稳的地方武官。林冲原本是80万禁军枪棒教头，属于中央禁军的专业武术教官。秦明是青州指挥司兵马统制，是地区的兵马总管。呼延灼是汝宁郡都统制，总掌一郡之兵权。董平是东平府兵马都监，也是地方驻军的武官头领。而蜀汉五虎将呢，楚马超是武将世家，黄忠出场时是长沙守将，关羽、张飞、赵云全都是泥腿子出身。关羽出场时是推小车卖绿豆的，张飞是杀猪卖肉的，赵云是流浪江湖的光杆司令，所以单以出身论高下，显然是站不住脚的。好了，说清楚这个问题，我们再来看看两边五虎将的定位。梁山五虎是《水浒传》中梁山阵营里除卢俊义以外战力最拔尖的五位马上将领，分别是大刀关胜、豹子头林冲、霹雳火秦明、双鞭呼延灼、双枪将董平。而蜀汉五虎则是《三国演义》中蜀汉阵营里最强的五位猛将，分别是傲关羽、猛张飞、稳赵云、锦马超、老黄忠。单从身份标签上来看，两个阵营似乎没有什么差别，但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，蜀汉五虎不仅是在蜀汉阵营内部堪称战力巅峰，哪怕在整部《三国演义》里，他们也都是最顶尖的战力存在。除了吕布，蜀汉五虎将几乎没有敌手，五人的战力水准在整体上都可以排进三国前期，而梁山五虎只能在梁山阵营中称之为最顶尖。若在整部《水浒传》中，他们就不能算是最顶尖的了，甚至都不能算得上第一梯队的战力。要知道，梁山五虎将上面除了站着一个卢俊义，还有史文恭和阿里奇，这两位的武艺也都比五虎将要厉害。此外，方腊阵营中也有几将能和梁山五虎将抗衡。整体上讲，梁山五虎将的武力水准在《水浒传》中排不到前期，都要划出水浒前10了。这主要是因为梁山五虎将有强虎、中虎与弱虎之分，反观蜀汉五虎将的整体战力就比较均衡，五人从强到弱的落差很小，基本都处在同一水平线。所以从作者的定位上看，梁山五虎比蜀汉五虎还是差半截。如果他们捉对厮杀的话，赢面还是在蜀汉五虎这一边。下面我们就挨个拆解比对一下。先看双方排名五虎之首的猛将，大刀关胜对战武圣关羽。关胜作为关羽的后代，不仅长相与关羽极为相似，就连兵器用的也和先祖一样，都是使用的青龙偃月刀。只不过关胜的青龙刀是不是也重82斤，作者没有明确交代。那么他们祖孙俩站在一起，谁能够胜出呢？其实答案已经很明显了，按照正常的人物设定逻辑，关胜是不可能打过关羽的，毕竟他是关羽的复刻版角色，天赋和勇武都是继承自关羽，这就决定了他的武力上限盖不过关羽。作为梁山五虎之首，关胜最亮眼的战绩就是10回合杀得急先锋，所超浮切。哪怕面对林冲、秦明两个五虎联手，也能扛住数十回合踩入败相，这份武力确实很强大，放在整部书中都鲜有敌手。但放到关羽面前，那可就不够看了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关羽的硬核战绩数不胜数，温酒斩华雄、万军之中秒颜良、三刀诛文丑，每一项都是碾压级别的取胜。如果公平单挑，两人一开始可能会因为招式和武艺同源，斗个平分秋色，但随着回合数的增长，关胜便会发现先祖每一刀的力道速度都要稳压自己一头，这使他越打越是胆怯。时间一长，关胜的刀法便会渐渐散乱，气力也跟不上节奏，最终只能回马败走，认下自己不敌先祖的结果。不过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，关胜在战斗时比关羽更加沉稳谨慎，比如面对石堡炸逃时，他能第一时间识破陷阱，不会贸然追击，而关羽则性格傲慢，爆发力虽强，但偶尔会因轻敌出现疏漏，特别是在防暗器方面，关羽的表现很是扣分。但即便如此，关胜也没有赢的希望，因为他就不是那种在战场上擅长使阴招的武将。
所以也就对关羽构不成威胁。总的来说，武圣这一名号是关胜一辈子都够不到的高度。再看第二对比拼，张飞对战豹子头林冲。这一对比拼也很有意思，林冲的外貌和兵器也都是在复制张飞，豹头环眼，燕汉虎须可以说是两个人共有的外貌特征，并且两人用的武器也都是丈八蛇矛，但两人的武艺风格截然不同。林冲走的是技术流路线，主要靠技巧取胜，而张飞走的是迅猛流路线，并且属于那种越打越猛、越战越强的类型。虎牢关前，他和吕布大战50回合不分胜负，后来在小沛又和吕布打了100多回合不分输赢。但是这份对抗天下第一猛将的硬实力，林冲就很难比得上。试问林冲能和自己书中的第一猛将卢俊义硬刚100回合不分胜负吗？恐怕不能。林冲固然武艺出色，但是对比张飞这种能和吕布硬刚100回合的狠人，还是要差上一个层级。再往下看，第三对双枪将董平对上长剑赵子龙，这一对也比较对称，两人都是用长枪的高手，且都擅长冲锋陷阵。在《水浒传》中，董平有一场战斗非常超标，就是东平府之战。这位董一壮在上千人马的梁山队伍中横冲直撞，冲杀了好几个小时。这份冲阵能力和战斗耐力还真有点赵云大战长坂坡7进7出的意思。不过比较一下，还是长坂坡之战的难度系数高。要知道赵云在突围的时候，面对的曹营追兵远不止几千，至少有上万人马，而且他怀中还抱着年幼的阿斗，这比董平所面临的境况要困难得多了。再者说，两人的武艺层级也不在同一个维度。综合两人的设定，赵云是《三国演义》中的超一流猛将，而董平只是《水浒传》中的一流顶尖猛将。他的武艺若放在三国，顶多能对标张合、徐晃这些人，因此这一局赵云获胜。第四对，霹雳火秦明对阵锦马超，这一对属于力量流和技术流的较量。秦明性如烈火，手中狼牙棒打出来的攻势势大力沉，一般武将很难长时间能扛住他的猛击。可他的弱点也很明显，就是打法过于刚猛，缺少技巧和变通，遇到顶级高手容易露出破绽。而马超呢，作为三国顶级猛将，武艺上几乎没有短板，他枪法灵动却不失刚猛，身法又极其的灵活，恰好能克制住秦明这种大开大合的打法。史文恭能在20回合内打得秦明力竭，我认为马超也能做到这一点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马超在20回合之内就能把张合打跑。张合的实力大概属于强一流，而秦明的武艺水准最多能与张合持平。然而他的战斗情商与张合比起来差远了，所以秦明对上马超基本没有胜算。其实只要稍微对比一下各自的巅峰战绩，就知道两人的武艺差距有多大了。先不说别的，光是马超把曹操杀得割须弃袍这一战绩，秦明就做不到。毕竟整部书中秦明就没有这么猛的冲杀表现。再看个人武力单挑，马超有大战许褚、夜战张飞的顶级应战表现，2场斗到极致的厮杀都没有落下风，足以证明马超的单挑韧性和战力水准。而秦明最拿得出手的单挑，不过是和呼延灼打了40-50回合不分胜负。战斗结束后还被呼延灼嘲讽棒法已经乱了，这等表现连公认的顶级强一流水准都站不稳，更别提和马超这种超一流顶端猛将比肩了。真要是阵前交手，秦明面对枪法神速的马超，撑不过20回合就得露出败相。最后一对，双边呼延灼对阵黄忠。先说呼延灼，他是开国名将呼延赞之后，一双水磨八棱鞭使得出神入化，曾和林冲、杨志、鲁智深都斗过40-50回合不分胜负，武艺功底十分扎实，是典型的防御型猛将。可老将黄忠也不是等闲之辈，哪怕年近70，依然能和正值壮年的关羽大战100余回合不分胜负，刀法之沉稳老辣，就连关羽都忍不住夸赞其名不虚传。论巅峰战力，还是黄忠更强一些，毕竟他战平的是武圣关羽，而且他还有一手百步穿杨的剑术。呼延灼真要是跟他交起手来，是占不到便宜的。要知道当初黄忠对战关羽时，是有能力直接射杀关羽的，但为了报答关羽之前不斩之恩，故意一箭射中关羽盔缨，饶过关羽性命。这一手剑术完全做到了收放自如，足以证明其剑法的精准程度。呼延灼并没有远程制敌的手段，对上黄忠既要应对老辣沉猛的刀法，还要提防随时而至的冷箭，只会处处被动，难以舒展，最终落败也只是时间问题。好了，这么一圈比下来，三国五虎将完胜，这样的结果其实也并不意外。二者从身份底色到理想格局本就不在同一维度。蜀汉五虎将全都是在乱世中征战四方，秉持匡扶大义信念的国之名将，他们的故事承载着后人对家国忠义与英雄风骨的向往，因此才会被后世广为推崇。
而梁山五虎说到底只是笑聚山林的草莽豪杰，他们的格局只停留在安身立命和谋求出路身上，纵有一身本领，却生在朝廷腐朽崩坏的北宋末年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最终又大多落得悲惨结局，着实令人唏嘘。所以比起武艺高下的较量，这种理想与境遇的差别，才是梁山五虎对比蜀汉五虎时最让人感慨的地方。